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哟。小医仙率3大帝国联军退兵后，萧炎松了口气，转头冲着美杜莎笑道：“这一年辛苦你了，没想到你老相识竟然这么多，哪里都能遇见。”美杜莎有些吃醋的道。萧炎苦笑着道：“当年的朋友而已，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。他应该便是当初在魔兽山脉我们所遇见的人吧？这段时间的交手，我便是隐隐有所察觉。”美杜莎瞟了他一眼道：“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赶忙转移话题道：“走吧，这大战完毕，加玛帝国也终于是可以喘口气了。”说完不等美杜莎回复就跑路了。当天夜里，萧炎身后，美杜莎懒懒的道：“这么晚了他还没来，看来你要白等了。”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头也不回的道：“早说了你不用来，难道还怕他把我吃了不成？”只见美杜莎撇了撇嘴道：“谁知道他是真退还是假退？万一借今夜单独相约，直接把你干掉了，明日再卷土重来，那么加玛帝国可真完了。”萧炎正想说些什么，小医仙便来了，笑着站起身。萧炎道：“你总算是来了。”瞥了萧炎身后的美杜莎一眼，小医仙淡淡的道：“三军撤退，麻烦事不小。撤军之后争吵太大，所以耽搁了时间。”萧炎眉头一皱：“怎么，三宗不愿退？出云帝国在毒宗的掌握之中。不过金焰宗与木兰谷却不是出云帝国的势力，他们老早就打着将加玛帝国吞并的念头，这次机会自然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。”小医仙缓缓的道：“金焰宗与木兰谷最大的倚仗便是叶落天以及木兰三老这2个斗宗强者，只要解决掉这2人，2大势力的实力自然会是锐减，他们也再不敢生进攻加玛帝国的念头。”一旁的美杜莎突然道。萧炎眯了眯眼，觉得美杜莎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能不能灭杀燕落天与木兰三老，小医仙的态度很重要。小医仙也明白这一点，但是有些纠结。美杜莎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害怕小医仙做出对他们不利的选择，身形一动就将小医仙的后路封锁。小医仙立马就察觉到了，当下冷笑道：“我若是想走，凭你还拦不住我？那便试试看。”美杜莎道。看着2女又要掐起来，萧炎头都大了，赶忙摆手制止了2人。见2人消停后，萧炎直接跟小医仙说：“炎盟是我一手创建，所以我不能看着它毁灭。燕落天与木兰三老将会是最大的威胁，所以若是能除掉，那自然是最好的。”小医仙这次也给了准话，同意旁观不掺和。之后又与萧炎说起了正事，萧炎如实告知了小医仙，可以用毒丹之法来控制恶难毒体，而炼制毒丹所需3物，一是3种异火，2是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，3是菩提化体弦。第一个条件萧炎已经具备，至于另外2种东西虽然很难找到，但是总比没希望好。得知这一情况的小医仙苦笑了一下后轻声道：“等我回去后会大肆搜寻这方面的情报，若是有消息便通知你。至于燕落天与木兰三老，你什么时候要动手便捏碎这枚玉片，我会尽力配合。”说着他将一枚灰色的玉片递给萧炎。萧炎点了点头，接过玉片，然后将它装进了纳戒之中。见一切都交代完毕，小医仙就准备离开了，只是在离开之前，他还是忍不住地问道：“现在我变成这样了，你还当我是朋友？”萧炎一愣，随后灿烂地笑道：“当年的话依然算数。”小医仙走后，萧炎转头冲着美杜莎笑道：“走吧，回去了。”美杜莎却是皱了皱眉道：“他信得过吗？若是那天动手之时，我们闯进去，结果被他们反包围，那结局……如今加玛帝国与蛇人族就靠你我2人，如果我们出了一点差错，炎盟的结局，你应该能预料到。”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，郑重的道：“我相信他，希望你不会看错人。”女王有点酸酸的道。之后迟疑了一会儿，又有些不自然的道：“你明日随我去一趟蛇人族，我们族内几位长老要见见你。”萧炎一惊：“见我？见我干嘛？”美杜莎将脸偏向一旁道：“族内长老有着秘术，能够轻易探知别人的身体，我已非处子之身的事，他们也已经知道。”萧炎懵懵的挠了挠头，又干笑了一声后，才小心翼翼的道：“那个，他们想怎么样？”看着萧炎的模样，女王心里觉得有些好笑，但还是木着脸淡淡的道：“按照族规，你将会受万蛇尸体。”萧炎有点慌，干巴巴的道：“大家有话好好说不成吗？偏要动用这些东西。我现在是炎盟之主，对我做那些事，肯定会让得蛇人族跟加玛帝国再度闹僵，这样对大家谁都不好啊。那你去和长老们说吧。”美杜莎平淡的道：“明日我会来找你。”萧炎一听，顿时捂着额头发出一道痛苦呻吟。
美杜莎却是理都不理他，转身就想离去，只是没走多久又停了下来道：那什么复魂丹的事，你便不要惦记了。吞天蟒的灵魂对我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，智商已经掉线的萧炎听到这话直接脱口而出：你来杀我了。本王要杀你，这一年你不知道已经死过多少次了。美杜莎冷哼道：记住，明天不要用其他事来推搪，不然的话。撂下一句威胁性十足的话后，美杜莎就离开了。望着美杜莎消失的方向，萧炎张了张嘴，之后咬着牙道：去就去，我就不信你们能把我给宰了。话还没说完，萧炎就感到一阵心虚，随后在心里暗自道：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把海老家老他们也叫上吧。第二天，萧炎在议事厅跟众人交代完事情后，鬼鬼祟祟的就想溜。一道淡淡的声音却是从另一旁传了过来：走吧，我等你很久了。萧炎当场石化，艰难地转过身，就见美杜莎正淡淡地望着他。萧炎没敢说话，干咳了一声后露出了职业假笑。等萧炎走近时，海波东与嘉刑天正好从大厅走出，可把萧炎给高兴坏了。刚想开口说话，一旁的美杜莎却是声音冰冷的道：我与萧炎有些要事，你们不要跟来。海波东与嘉刑天都愣了愣，彼此干笑了一声，冲着萧炎丢了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后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无语的望着这两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老家伙，萧炎认命般的摇了摇头，转头对着美杜莎道：走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那长老能把我怎么样。萧炎苦着脸跟着美杜莎来到了食人族暂住的地方，刚进门就受到了美杜莎的爱慕者莫巴斯统领的袭击，然后萧炎就被大老婆护犊子了。美杜莎将萧炎带到了一处竹屋，萧炎感应到竹屋内只有4道斗皇巅峰的气息，顿时松了口气，还好，只要不是斗宗、斗皇阶别之中，能将他留下的人不多。竹房内，蛇人族的大长老质问萧炎，本族族长在能够化为人身之前皆是处子之身，当然美杜莎如今的确是已化人身，但是却是必须经过族内的祭坛洗礼方才能够与人行房事，此次族长回来却已并非处子之身，听其所说，这与萧炎盟主有关。萧炎想要辩解，但他夺了女王身子已成事实，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。坐于大长老身旁的二长老不淡定了，厉声道：按照本族族规，萧炎盟主需要受万蛇尸体之刑。萧炎脸色微变，暗中做好了防御的准备，沉声道：4位长老，此事虽并非我萧炎自愿，可我的确也有责任，但你们的族规似乎管不到本人身上来吧？若是真要强来，那萧炎可不会束手就擒。一旁的美杜莎并不想见到萧炎与长老们闹得这么僵，正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就见大长老挥了挥手道：算了，不吓唬你这小子了，如今蛇人族与加玛帝国联盟，日后蛇人族说不定还需要你这炎盟盟主照料，我自然不会让你去受什么万蛇尸体之刑。萧炎一听，心中一喜，连忙笑道：那长老们此次将我叫来是为了？4名长老相互对视了一眼后缓缓道：此次给族长洗礼之时，我4人用秘法在族长腹中探知到一道微小的生命气息，似乎有些像怀孕的征兆。这话一落，顿时犹如晴天霹雳在萧炎与美杜莎的耳边炸响。萧炎有些想跳脚，这都是第一次，哪就有这么巧？美杜莎也愣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平日里杀伐果决的她，在这种事情上却犹如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女孩一般。半晌后，萧炎才回过神来，有些含糊的道：那个大长老是不是感应错了？距上次弟弟之事后，差不多已经1年多时间了。据我所知，怀孕似乎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吧？大长老摇了摇头道：蛇人族与人类并不同，而且族长这次的进化体更是远古异兽吞天蟒，自然是有些异于常人。怀孕1年乃至几年的事，也并非什么稀罕事。听得这句话，萧炎的冷汗顿时就流了下来。大长老，你们应该是感应错了吧？为什么这事连我都是不知情？美杜莎从呆滞的状态中回过神来，急声道：那道生命气息很是微弱，若非我们使用秘法查探，也是很难感应到。你未曾有所察觉也是正常之事。至于这道细微的生命气息究竟是不是怀孕的征兆，的确还有待查探。不过此事若是真的话，那么我蛇人族又将会出一名拥有美杜莎血脉的传人，这可是族中决定大事。大长老解释道。听到这里，明白这事儿还没有真正确定，萧炎和美杜莎都松了口气，瞥了萧炎一眼。大长老道：此事是我蛇人族的决定大事，美杜莎血脉异常强悍，所以婴儿尚还在母体之时，便是需要无数灵丹妙药滋养。如此一来，日后婴儿出生，实力也将会越加强横，潜力也是极为恐怖。
而按照族内秘法，美杜莎婴儿的滋养分为上中下3等，用这3等所培育出来的婴儿也是潜力各不相同。用下等秘法滋养的婴儿，日后若是没有大机缘，便会止步于斗皇之阶，而若是用中等秘法滋养，潜力便是足以让其达到斗宗阶别。而上等秘法则是更强，美杜莎就是用的中等秘法，不过事无绝对，如果有很好的机缘与天赋，自然也是能走到更高的地步。当然，这所需要付出的努力，要比上等滋养的婴儿多出数倍。萧炎一愣，美杜莎如今的实力，即便是放眼整个西北地域也是不弱的强者，竟然才是中等。像是猜到萧炎的想法，大长老随后便说道：秘法滋养所需要的条件极为苛刻，当初给他使用中等秘法，耗尽了蛇人族大部分所藏，请得一名高阶炼药师，花费了许久时日才完成了滋养。萧炎听完，在心中暗暗感叹一声后，干笑道：这事儿也可能是一场误会，美杜莎曾经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，说不定这道微弱的气息是吞天蟒的。大长老点了点头，旋即缓缓的道：这倒也并非是没有可能，不过此事关系到我蛇人族的沿袭，所以即便只有这一些可能性，那我们也必须从现在开始便使用秘法滋养，否则拖得太久也就失去了最好的时机。发生这样的事情与萧炎盟主有着很大的关系，所以你也要负责任。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低声道：那大长老想怎么样？大长老委婉地表示需要萧炎炼制一枚中等秘法滋养所需要的丹药。萧炎恍然大明白，这些老家伙是想敲诈自己，忍不住地翻了翻白眼，结果却被一旁的美杜莎看见了，顿时冷哼了一声，开口道：大长老，此事还尚未确定，便如此大费周章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？而且不就是一枚蛇髓退骨丹吗？以本王如今的实力，想要请出6品炼药师出手帮忙也并非不可能。未雨绸缪啊，这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，万一真是的话，一旦耽误了最好时机，那后果谁来负责？大长老厉声道。把美杜莎怼沉默后，大长老又把火力集中在萧炎身上，不知道萧炎盟主意下如何。萧炎沉默了好久之后，居然摇了摇头。看到他的举动，在场的几位脸色都不太好。美杜莎看向萧炎的眼神更是逐渐变得冰冷，谁知抬起头的萧炎却是道：蛇髓退骨丹虽然是6品丹药，可相比而言还是低级了点，我觉得。那天魂融血丹或许不错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废话，自然是极好的啦。其实对萧炎来说，他是很对不起薰儿的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当爹的觉悟，但意外已经发生了，如果真的有宝宝了，那老子为儿子做点事是天经地义的，他萧炎的孩子当然值得最好的。而对美杜莎来说，他与萧炎的感情属实是属于意外加先做后爱。发生那事之后，萧炎的态度就是一味的推脱，说自己也是无意识的，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道歉与补偿。萧炎许诺要给自己的孩子用最好的秘法滋养，是很令他意外的，但是他也明白萧炎于他更多的是责任。于是在萧炎与大长老约定好2年之内将天魂融血丹送来后，出了主房，他就对萧炎说，如果属实，你只要炼制出1枚天魂融血丹就好，其余的你可以不用管，不用担心本王会纠缠于你，我没那兴趣。等日后你将天魂融血丹炼制成功，你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无人阻你。如果真是新一任美杜莎血脉的话，我与蛇人族会全力培养他。见萧炎皱着眉又苦着脸，半晌没说话。美杜莎脚步一顿，淡淡道：便送你到此处吧，你什么时候打算去暗杀阎罗天与木兰三老师，便派人通知我。说完不等萧炎回答，就径直离开了。美杜莎走后没多久，萧炎就被蛇人族莫巴斯和2统领黑毒拦住了。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的3人就要干架，一截绿色的树枝击退了黑毒。随后美杜莎的冷喝声传来：莫巴斯、黑毒，你们最近倒是越来越不把本王放进眼中了。萧炎是我蛇人族的贵客，日后若是有人再无辜刁难，休怪本王族规伺候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